我输了，我真的输了！我就是个算数的，你们是玩命的，玩命的，玩吧！ al più malvento muta d'accento e di pensiero sempre una mobile leggiadro viso 情报部要完了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次破译根本不是什么执行军部秘密行动，而是为了协助土肥原大将改变军部决策，巩固与德国的反共盟约，全力对苏采取行动。从东北事变开始，这场战争开始整整10年，蒋介石败而不倒，中共游而不败，日本的经济快消耗不起了。对于日本帝国来说，只有2个选择：南下，开辟太平洋战场；北上，攻占苏联的西伯利亚腹地。关于对苏德的态度，军部最高层早就分裂了。山本五十六一派力主南下，而土肥原大将与板垣参谋长等苦心缔造了满洲国。一旦南下开战，苏联一定会趁虚侵占东北。所以，土肥原大将想先斩后奏，配合德军挑衅苏联，胁迫军队不得不对苏开战。这相当于一场政变。你果然是天才，不但懂破译，还懂政治。如果计划成功，日本就会陷入与蒋介石和斯大林的双面作战，这是打不赢的。战事惨败，情报部必然会被追究责任。住嘴！住嘴！少佐，我看得出你是位理智谨慎的人，一定不会赞成那么疯狂的计划。只要让餐厅里的人都活下去，顾忌泄密，土肥原大将一定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你是在拯救无数帝国军人的生命，还有情报部。怎么，你太聪明，又太不聪明。女人呐，我们的手啊，比真菩萨的手还要干净，手上沾血的是他金圣贤。听顾小姐说，令尊是苏杭船王顾明章先生。大佐难道不觉得此刻提起我的父亲以及家世，并不是对我本人的恭维吗？我很好奇呀，像顾小姐这样优荣的家世，什么样的生活不好求啊？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汪精卫的特务机关，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呢？大佐，您说的话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军头戴笠锄奸计划，刺杀金生火，你们戴局长没有训导过你吗？当底牌被揭开的时候，就不要再伪装了。你还不承认啊？3个月前，剿总前任司令钱虎义在邱庄被人暗杀了。那可跟我毫无关系啊。好，那就当跟你毫无关系。那金生火呢？他和钱虎义都是头汪的军统骨干，不也列在了戴笠那份锄奸计划的暗杀名单上吗？10年前，还是戴笠王牌间谍的金生火，奉戴笠之命，成功抓捕了中共特务陆逊章，同时还杀了一个叫裘正恩的人。这个人就是裘庄的主人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杀裘正恩，他一定是受戴笠之命。我由裘庄联想到戴笠，再由戴笠想到了锄奸计划，又想到了那份名单上的金生火、钱虎义。这个时候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条船上的间谍到底是谁？大佐，您就凭这些，就推断
间谍是我。你一上船，你就给金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。干什么？想拍什么？军备、布防，还是军事情报？是金处长让我借了相机带上船。大佐，这一定是个误会。不是误会，是金处长你精心筹划的泄密行动。只要你能告诉我发那封求庄电文的人是谁，我保证让你活着。我没有要告发的人。郭小姐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猜测，你不该这么快就承认。动行动！你说的对，跟美女跳舞的代价就是你的命。此番劫后余生，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有什么话我金某就直说了。电文里“裘庄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独这次看到“裘庄”二字，就火速派你白秘书上船？吴大队发的电文，这您得问他去。若问他能问得出来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你负责安保，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接触到船上的发报系统。我拜托你马上发报，把顾少尉的检讨书发往司令部，让张司令速搬救兵。裘庄，裘庄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？这“裘庄”二字，大概就是吴大队长对张司令念的一道紧箍咒。吴大队，你饶了我吧！吴大队，我再也不干了。您的意思，张司令有什么把柄被吴大队攥在手里？至少他不敢让日本人知道。金处长，你这是在指控张司令对汪主席、对日本人不忠。要害所在未必是忠奸二字。你我虽是军人，但奈何入了官场。这自古宦海险恶，能要人命的，不只是投敌叛主。那是什么？世上。金处长，您的话越来越像打禅的了。二位都别装糊涂啊！这上一任长官钱虎义钱司令就死在裘庄里，是被人暗杀的。如果他活不下来的话，你得给我保证，在他临死之前，不能把裘庄的秘密告诉第二个人。简直是无稽之谈。白秘书，我说这番话没有逼你的意思。于兄早你几年入行，这风波险恶我经得多了。有时候你不想下地狱，自有人推你下去。江湖路险，步步见刀见血，有个结盟总比单打独斗的好。就像这回，五人通力合作，见佛杀佛，见鬼斩鬼，有什么过不去的生死劫？喜剧是傻子骗了疯子，悲剧就是疯子骗了傻子。四号一打，万宝路香烟2条，家园1板，北角上边2盒，洋酒1瓶。哎呀，轻点，轻点！这是王尔德亲笔签名的诗集，你这许大会要是磕破了，杀了你都不够赔的。哎，吴大队长，能不能发发善心，管管你这些兵，粗手粗脚的？金处长，开这种会，您还随身带着这些宝贝儿，倘有损失的话，怪得着谁呀？干咱们这一行的，随时都会出生入死，这心头之爱，片刻都不能离身。披肩1条，
干草面一瓶。可以了吧？山中奇未散，世间已千年。这传的是反了过来，这人世间的烟火未改，我们倒是死了一回，重新投胎了。要是能重新投胎倒好了，就怕是肉身依旧，再入新楼。都是废话，现在跳下去就是真投胎了。玉姐，药不能多吃啊。李科长，你这是何必？顾上尉，下船之前，我只劝你一句话：从这条船上下来，再进剿总司令部，不是什么死里逃生，也不是什么新罗旧罗，你只是个从绞架上被赦免的犯人，不知什么时候会再上绞架，到时候就未必会有今天的运气了。所以，你只能相信你自己，也只能依靠你自己。没人会心疼，也别指望什么情分，这样也许还能多活一天。玉姐，我知道了，叫我李上校，这是最后一遍。顾上尉，这本事大的人脾气都怪，别往心里去。顾上尉，你好像忘记了什么。这是重要的情报设备，如果遗失，怕在你们的司令部里交代不过去吧？金处长，如果我现在拿回相机，还会被处分吗？顾少尉真会说笑话。三井少佐归还你的相机，怎么会处分军规呢？谢谢少佐。马上就要下船了，做个诀别吧。看吧，好好看看，明明是犯人，却当了无辜者的判官，看着自己的牺牲品就要死了，不该得意吗？金教授，我很为你可惜。没什么好可惜的。因为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。金教授，你我同宗，看在500年前是一家的份上，我想送给金老弟一句话：金风未动禅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可怜可惜可笑啊！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活着，你却要死了？你我同为谍报人员，赖以生存的不是靠什么捕风捉影，更不靠什么破译密码。你我需要破译的是人心。不信你听听，这风声里传的哪是什么密码啊？怎么到处都是血腥味儿？这分明是人命！哈哈哈哈！
我输了，我这里输了，我就是个算数的，你们是玩命的，玩命的，玩命的，玩吧，你们玩吧，用不了多久就会玩到你们自己的头上。那传的不是密码，不是命，是你们的血，你们的血，你们的血。李少校，作为破译专家，你应该清楚，破译的方式有千百种，但最稳妥的保密方式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毁灭。我真心可惜你的才华。森田大佐说的没错，你的头脑价值千钧，所以不要逼我毁了你。希望诸位下船之前都能够明白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欠这条船一个死亡。小梦，还有胶卷吗？还有一卷。少佐，それは。给我拍照，就在这里，马上。小李，何必吃眼前亏呢？这张照片就是向他们宣誓，离开这条船，我李明玉也还活着，不是把死亡寄存在什么地方的行尸走肉。来。各位长官好，奉张司令之命，迎接金处长一行返家。还能活着听到张司令的口谕，不容易。田处长，您手段天高海阔，嘴上何必如此刻薄呀？好了，你走吧，我送他们回去。是。各位，行不了多久了，再过这条街就是金处长的府上了。绕过去，先送李上校。估计再过几条街就是顾上尉府上了。吴大队，你反正住在司令部，最后就随车回司令部吧。无所谓。金处长，那您怎么回来啊？再绕回来吗？那当然不。顾少尉，我说过要安全把你送到家，说到做到。玉姐，你跟我回家吧。我父亲最欣赏有本事的人，你们俩见面一定可以说上很多话。这条街右拐就是我家了。那我跟你回家吧，我陪你回家聊聊天。家里有人，没法接待。我不用接待的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在这里停下就好。玉姐，等照片洗好了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谢谢。吴大队，走吧。上车吧，小梦。吴大队有要务。这下雨了，那吴大队站那儿不是要淋个透心凉吗？
领个头薪粮就对了。吴大队心里的炭火烧得太旺，是该凉快凉快了。这下雨天啊，是留客天。金处长，您这拜访的日子选得真妙。哪有你白秘书心细呀？我看你箱子里那些丝袜香烟，都是带给张司令邢夫人的吧？啊，面面俱到，难怪张司令把你当儿子疼。我们只是小人物，不能靠小道而行，不像金处长，烧高香，拜大佛。好的这。刘妈，晚饭准备好了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太太回来，就剩下1碗米和1头萝卜汤了。之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先生越是一个人在家里，伙食越是要在意。你出去买份小排骨，再加1份清炖凉藕，别忘了帮我带份报纸。哦，太太，怎么了？自从您走了以后，先生就没有给过我买菜的钱。我说我是拿工钱垫上的。刘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我待会儿把生活费都给你，你就多担待了。好，那我去买。看你的样子，今天是铁了心的要见我父亲。可有时候啊，越是真佛，越像人类。不怕，我说过要送你回家的。好，那里面请吧。小梦回来了，先生您好。你好，这位是夫人。这是爸爸的管家 Miss Dow。这位是金处长。啊，唐突了，唐突了。您里边请吧。爸爸呢？先生正在书房用早餐呢，替换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卧室。啊，小梦，顾会长这个时间……金处长，您看的是中国时间，爸爸早在20年前看的就不是中国时间了。啊，那您自便，我去就来。金处长，您坐一会儿。先生，小梦回来了。有一位姓金的处长送他一起回来的。啊。那是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的概念模型，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的作品。没想到顾会长还喜好建筑。我说过，我父亲欣赏各个行业最杰出者。实际上，他已经请路德维希先生设计他在德国新买的乡间别墅了。莫奈的睡莲，当今物资如此匮乏，像这样进口的印花泥整整2幅，色彩图案又不是凡品。金处长，您真是天然的鉴赏家呀！只可惜，南京这些大人物家里，是再也不敢挂这些又厚又长的落地窗帘了。怎么，怕被汪主席查贪污啊？怕暗杀。像这么厚这么长的落地窗帘，里边足够藏2个军统锄奸团的杀手了。世事艰难，保命要紧。小梦，
劝劝你父亲。至今为止，汪主席被锄奸团暗杀了13次，周部长被暗杀过7次。我这个全国头号的经济汉奸，如果不被暗杀几次，那不太不叫人放心了啊！久仰顾会长大名，金某今日特来拜访，绝无冒犯之意，绝无。同道中人，不必多心。不知金处长今日光临，倒是我招待不周。哦，不敢。金某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如果不是沾了贵千金的光，像我这个等级的军官，是做不到顾会长的客厅里的。爸爸，金处长的意思是，在密码船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啊，不好意思。顾会长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啊，金处长误会了，顾某对您的救命之恩，并不吃惊，不是不领情，而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。请坐。啊，刚才我在《泰晤士报》上看到一条新闻，瑞典的铁矿石10日之内价格暴涨了30%。请顾会长赐教。德国没有优质的铁矿石，军工用铁都是来自瑞典。短期抢购这么多的钢铁原料，一定是有更大的战略举动。欧战现在打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有一个地方值得德军做如此准备。苏联，一定是苏联。顾会长果然料事如神，这次我们在密码船上就……一旦开战，大国之内就只有美国还幸免于战。我相信，这条新闻一经国际投机家们的分析，那2日之内，大批的游资就会涌入华尔街，美元的汇率必然大涨。您是什么意思？哈哈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，再过几个小时，华尔街就开始交易了，多了不敢说，3、5千美元是有的赚的。只是听小梦说，顾会长过的不是中国时间，现在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医生眼中，时间就是生命；商人眼中，时间就是金钱；而在汪主席和周部长眼中，时间就是一场战争的胜败，一个国家的生死。东京的时间比南京早了整整1个小时，只怕就是这1个小时，我们要用尽2代人才能追得上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顾会长忧国忧民至此，是不是心太累了？一点福才，只是略表谢意。金处长志大才高，金袍未斩，我都不平。哦，不敢不敢。君子立人，惠而不费。刚才说的那点投资消息，国府军中的高层应该还无人知道。我明白，明白。顾会长，金某生性怪癖，这平生感佩之人甚少。啊，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多谢顾会长。时间宝贵，不多谈了。小梦说，金处长好雅物，这本由托尔斯泰亲笔签名的《空王观》，做个纪念吧。多谢顾会长。你杀了我！杀人多没劲呐，诛心才过瘾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船上这7天，你犯了太多的错误。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！你不顾我的命令擅自行动，试图用什么微型相机陷害金生火。是。你不经请示，把金生火带到这里来见我。是。你擅自刺杀森田，不，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接触李宁玉时言辞不慎，又暴露自己的危险。
可就算不能为南京政府工作，还有重庆共产党。住口！你再说一遍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反间科检举你。不，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的。你凭什么相信？我凭直觉，我就是相信他。你知道什么叫直觉吗？直觉不是巫师的水晶球，不是上帝的神奇。直觉是鬼魂记忆的前世心跳，是母亲留给孩子的血缘遗传。它就像风，无形无色，不可捕捉，但是他的身上一定带有所经之处的气息和温度。间谍的直觉是要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，混迹在血液里的经验荷尔蒙，一经环境的触发，会越过理性，直接指挥大脑。所以，只有像金生火那样，经过千锤百炼的谍报人员，才有资格谈论自己的直觉。李宁玉那样获益了恩尼格玛的天才，才有资格谈直觉。你一个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资历的新丁，有什么资格谈论自己的直觉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爸爸，我可以将功补过。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，重庆方面还是一无所知。如果把这样的好消息送上门，戴笠他一定会高兴的。你坐吧。德军进攻苏联，对重庆方面是件好事。一旦苏军参战对抗日德，那么远东战场的局势就可以扭转。所以重庆方面绝不会向苏联示警。这条情报对蒋委员长、对戴笠都毫无价值。爸爸，您向戴局长汇报吧，我等待处分。军统的家法不是以处分二字可以了的。我知道，军统的家法最重株连，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，不会连累爸爸您的。现在不是女儿连累父亲，而是父亲连累了女儿。要不是因为我这个苏杭船王戴笠，怎么会把手伸向你的身上呢？德军的情报虽然没有用，但是二代恩尼格玛机的构造却价值连城。我曾经想通过施伦堡打探二代机的结构机密，可惜失败了。德军非常重视它的加密方式，英国和美国一直无法破译。只要掌握了这种密码机，国民政府就可以以此为筹码，和英美交易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军事支持。正像孙田所说的，价值千钧。周部长办公室下发的下半年财政预算，咱们司令部的额度多了2成。哦，顾会长就是顾会长，真有办法呀！看来啊，只要顾小梦在咱们这儿，就不愁没肉过年了。日军司令部发来的嘉奖令副本，金生火是将官了。杀森田的人，就真的一点没有线索？没有，当时厅里人多，谁都有这个可能。会不会就是他武志国呀？我也怀疑过，但是他确实没什么可能。当时时间又短，环境又黑，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杀人再退回来。奇怪，真是太奇怪了。那到底会是谁呢？金圣贤身上的嫌疑，就是剥了皮都洗不干净。虽然是险象环生，但是密码传上的一切都结束了。吴志国一天不死，邱庄的事就没有结束，这可比什么密码传更要命。还有啊，
你们把所有的嫌疑推给了金正贤，就以为万事大吉了。别忘了，他人还活着，活人就能喊冤，活人就能翻供。司令您放心吧，金圣贤他人虽然是活的，但绝对不可能喊冤翻供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审他的人是王田香。金教授，3天2夜没睡了啊！要我说呢，死如长眠，睡如小死。人可以3天不吃饭，要是3天3夜不睡觉，那就是生不如死。金教授，清醒了，清醒了，咱们接着聊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行，那就我说你听。金教授，我呢是真佩服你。不瞒您说，这3年以来呢，进过王田香这边审讯室的吧，不说是上千，怎么着也有个大几百吧。硬汉子我见过，一进门就咬掉舌头的真革命我也见过，没有几个能熬过3天的。你说说你啊，一个身娇肉贵的读书人，怎么就挺到今天啊？我服。王田香这个人，虽然被临时征调到了日军司令部，但归根结底还是咱们的人。情报部既然敢把人交给他，那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对司令您起疑心。可是，如果他们是欲擒故纵，那他们就不会对王田香交底。王处长这个人，司令您最清楚，是公民心比金生火都热。哼，死人在他手里头都会签字画押，审出一个斯大林的特务，对他来说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功一件。你们这些人啊，跟堂子里刚买来的那些活肉没有区别啊！一个个非要寻死觅活、不依不从的，何必？哎，有抹不开脸的，有舍不得肉的，还有一些是死不了心的。就说抹不开脸的吧，扒光了衣服在院子里捆上1天，脸不就没了吗？舍不得肉的，板子抽，盐水烫，肉烂就不金贵了。最麻烦的是不死心的。真的不说，我是被李宁玉他们陷害的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又他妈是这一句。你是被人陷害了？斯大林的间谍是那么容易被人陷害的吗？金教授，你别学那些刚进堂子非要办什么3针9裂，脸没了肉烂了，还他妈不死心，这最让人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金教授，想不想知道在堂子里怎么对付那些不死心的人？我呢，曾经买过一个姑娘，眼高心气儿傲，百般法子都使遍了，就是不从，活活把罪恶就剩下一口气。你猜我怎么着？我把她相好给骗来了，灌多了找2个娘们陪她睡了1宿，那姑娘就在隔壁听着，第2天一早，嘿，自个儿就爬起来给我挣钱了。别觉得我说的脏下流，我就是想告诉你。人呢，终归是躲不开那么一个情字，好像我刚跟你说的，这是男女之情吧，还有兄弟之情，最要紧的是血脉亲情。想你闺女了吧？别着急，你杀了我！杀人多没劲呐，诛心才过瘾。不能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你回来！对了，金教授。刚才忘记告诉你了，你闺女的船还有5个小时到杭州，5个小时，你有时间好好想清楚。你回来杀了我！你说啊！王天香这个人，虽说他是我的人，可他内心是长在日本人那儿的。你说的对，他好大喜功，他想立功。可如果他还嫌这份功劳不够大，再扯上我呢？那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？这样，你呢，去探探他的口风，他要是还是个明白人，就不会把事情扯大。
怕就怕，这家伙利令智昏呐！金教授，你是真他妈以为我王天香不认字儿是吧？啊？这份供状通篇都是他妈废话。你是不是希望我就这么把你交出去？到了松井司令那儿，你再一哭诉，你是要砸我特务处的牌子是吧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的上级、下级情报传递方式还有密码本。我看你啊，是真想让我叫人把你女儿扒光。你不要走，我真的没有上级，求求你饶了我女儿吧，饶了我女儿吧！我不反骨，我都认了。只要你饶了我女儿，我绝不反骨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不愧是老毛子训练出来的人，嘴够硬，心够狠。满洲国那边已经搜查你的办公室和住所，什么都没发现，手脚干净。既然别的地方没有，那一定就在你身上。这一箱是你带回来的所有东西，都在这儿。来，藏哪儿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不行，你们可以一件一件的查。一件件查，你他妈玩我是不是？你是数学专家，就你这脑子，藏点东西还不容易吗？啊，我没时间陪你玩，查东西不如查你。好，你够硬气。老子现在更他妈相信你就是斯大林的间谍了，不是共产党，没这么带种啊！处长，处长，有屁快发！张司令来电话了。真的啊，张司令亲自打电话。金教授，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跟我说实话。你和川岛芳子是不是睡了？开玩笑的，金教授。金教授，你的命可真是好啊，有贵人。金碧辉司令已经和松井司令交涉过了，你没事儿了。你说，金司令他真的？对，金司令用代理在上海的3个秘密联络点换了你，你可真值钱。好了好了，别愣着了，起来换身衣服，清理清理，就走吧。对了啊，兄弟是职责在身，千万别记恨。来人，带金教授去清理一下。是。那我女儿，嗨，你都放了，我能难为你女儿吗？放心吧，一会儿让你见。要不我帮你收拾收拾？啊，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金教授，知道什么叫诛心吗？就是先把你逼到绝路，再让你心里有热乎气儿，然后再一把全掏出来。这他妈才叫诛心啊！走，开去吧。交件哪了？东西就在里头。是。7.65毫米的华尔特 PPK 手枪，象牙握把，镀金扳机。听说2年前德国元首希特勒50大寿的时候也收到过一把。哦，当然了，比这一支是要精致贵重的多了。张司令抬爱，田香受之有愧。王处长，您这不是退司令的枪啊，您这是大司令的脸呐。白秘书，我真收了这枪，恐怕自己的命就要保不住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
按理说呢，你我同在剿总司令部为官，我呢官比你大上半级，年纪也要长上几岁，可见了你的面，还不是得毕恭毕敬、小心翼翼？这里边的道理，你懂我也明白。白秘书你张司令面前的红人，我是日本人的耳目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但我看您王处长今天这态度啊，好像是不打算低头了。怎么，您是笃定了这次审金圣贤这案子能审出个大功劳来，在日本人那儿高升了？高升不敢想，不敢想。可从今往后，这颗脑袋应该是能抬起来。白秘书，烦请转告张司令，这枪他不送，田香自然也会忠心办差，绝不会怠慢。可如果我真收了这枪，落在日本人眼里，我审出什么来都是假的了。王处长聪明，一心向着日本人，还不得罪司令。白秘书，多关照，多关照。张司令如果心里没鬼，就不该送枪来；如果心里真的有鬼，就更不该送这把枪。说吧，白秘书不是外人。军政科从那本书上查出东西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白秘书，公务在身，少陪了。王处长请便。时间到了，出来吧。哪国的时间？在宣告失败时，哪国的时间都一样。在你回忆密码机的这段时间里，发生了2件事，一条是好消息，一条是坏消息。老规矩，先吃糖。负责审讯金圣贤的是剿总司令部特务处的处长王天香，据内部消息，他已经找到了金圣贤是苏联间谍的可靠证据。这倒是意料之外的好消息。下面该吃药了。你在密码船上的表现，代理已经知道了。他给了8个字的批示：罪不容诛，就地正法。下不为例，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那父亲为什么说这是坏消息啊？因为他让你用来补过的功，就是恩尼格玛机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写了10几页，可是一次比一次记得少。爸爸，我真的努力记了。他把我叫去协助的时候，每一个零件，每一个齿轮，每一分每一寸，我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了。可现在，脑子就像被水洗过一样，什么都不记得。你说的对，我不适合做谍报人员，因为我连最基本的瞬间记忆的能力都没有。这不怪你，谍报人员也是人，思维、感情、记忆力都是由普通细胞决定的，没有谁能够突破人类的极限。记忆就像潮汐，自有它的起落。即使是一流的天才，如此高强度的机械记忆，24小时以后，也只能残留不到1/3的记忆量。如果没有图纸和笔记的辅助，谁也不可能在下船以后再度还原一台世界上最精密的密码机。不，有一个人，他全部都记得。李少校，李少校，都醒醒，都醒醒！快，科长来了。科长好。李上校，白秘书有何公干？嗨，是公干，也是私务。
这不，刚去内务处发现李生家的军衔还没领呢，这就顺道给送过来了。有了，白秘书。放心，金圣贤招了。这和我无关。这张照片就是向他们宣誓，离开这条船，我李宁玉也还活着，不是把死亡寄存在什么地方的行尸走肉。从您出现到现在，一共走了85步，说了341个汉字。我的记忆力比相机还可靠。至于这个人，昨天才进的机要处，还够不上跟我配合。第7页，摩斯码纸，人为错误的制。19页，21.479应该是21.473，还有52页、60页、88页，总共39处错误，你只修改了27处，这就是按照我的吩咐改的。那个，您说的太多了，我记不住嘛。那为什么我就能记住？为什么不把情报科办公室的门关好？这不是天太热了吗？保密守则有天气热就可以不封闭办公室环境的条款吗？把文件拿回去，再重新修改一遍，不准再出现任何的遗漏和错误。还有，记住，情报科来去自由，不留庸才。如果你愿意一直开着门看杂志、涂指甲油，你就自己走出去，再也不必回来。是的，科长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自己还不是一样要翻报纸炒美人，薅媚眼刁难。报头，社会已多再不知足，那就是贪心了。这是爸爸的一点心意，作为我们在密码船上共患难的纪念。卡地亚设计师珍妮女士的作品，我觉得她和你很配。拿豹子逼我，这是在夸我还是贬我？猎豹擅长，为了跟踪猎物，可以匍匐数个小时，纹丝不动。猎豹善捕，它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野兽，一旦锁定目标，一动则快如闪电。这不正和金处长您一模一样吗？此话虽然中听，可惜并不对。豹子是独行猎手，生死成败全一骑担当，而我金某人最擅长结盟，就像上次密码船脱险，靠的就是精诚团结才能化险为夷，对吗？小孟，送给张司令吧。你初来乍到，该拜拜庙门，否则张司令会见怪的。你我之间就无需这些客套了。谢谢处长指教。谢倒没有必要了，我只是感兴趣，我这位盟友在之前的密码船上为什么会3番5次的陷害我？谁让你那么霸道？我倒要看看那个能把我从司令秘书处调出来的人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就为这个？怎么？您不相信我啊？爱信不信？信，我当然信。这就是你的个性，顾明章的女儿嘛，情理之中。好，言归正传，你今天来报道，就该给你分配工作了。是这样的，机要处一共有3个科：情报科，科长李明玉，主管情报破译；电讯科，科长刘子栋，主管电台侦查；还有，就是资料室，养小姐太太的地方。你选吧。当然是情报科。你吃李科长的脾气还没吃够？有的人脾气是本事，有的人本事是脾气，这是爸爸告诉我的。如果想当小姐太太的话，干嘛来这儿啊？直接到汪夫人的沙龙店坐坐就好了。不，你太漂亮，汪夫人是不会让你进他们家客厅的。小孟，你想清楚了，情报科就像那条密码船，你如果去了那儿，每天是每时每刻，在那条船上，不死亦不能超生。诚如我愿。少佐，和您当时推测的一样，那个金圣贤板上钉钉就是斯大林的间谍。这是我从他随身行李搜出来的密码本，铁证。
没有人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少佐了吗？因为密码传事件，我已经被解职，马上就要接受军部直系处的调查。你不该再来向我请功了。三井先生，那森田大佐的案子已经被特务机关接手了。森田大佐、彼を憎んでいた。今彼が大佐殺しの犯人を追うことになるとは。进来。科长，316号电文已移出。出去。关上门。松井司令办公室传出的消息，他们下船的当天，那个龙川大佐就上来调查了。听说三井被免职，也是他的意思。说免职就免职，这人什么来头？不知道，整个日军司令部没人跟他走得近，没老婆没孩子，就跟天上掉下来似的。不过松井司令官对他倒是格外的器重，进特务机关没几年就爬到了副机关长的位置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提拔。小兔崽子，祖坟冒青烟了，你大哥我发达了。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龙川肥原，龙川，啊，这姓儿，这保不齐就是能拽着我上天那头真龙。科长叫你进去。关门。玉姐，送你的。我不要。你得要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啊，选修过园艺课。这君子兰呢，叶片肥厚，布满气孔，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粉尘，对你的哮喘很有效。而且呀，这也是日本天皇最钟爱的花。当年满洲国建国的时候呀，他选定了2只最名贵的品种，送给溥仪，作为贺礼。既然你这样戒备我，就不该来情报课。玉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对自己在船上的言行反思过？你在后悔曾经对我说出的那句话？那就算不能为南京政府工作，还有重庆共产出口。所以，你才借着这盘君子兰向我表示，自己是忠于日本人的。你对自己在船上的言行反思过？你在后悔曾经对我说出的那句话？所以，你才借着这盘君子兰向我表示，自己是忠于日本人的。我呀，又被玉姐猜中了。不过，我说天皇是富家的私心，治哮喘是原本的真心。我是不希望玉姐对我有什么误会。叫李科长。是科长。是李科长。是李科长。回去告诉金处长，让他把你安排到资料室去，我这里不缺人。还有他也带走，在我的办公室除了机密文件，不摆放任何闲物。不，情报科缺人，非常缺。刚刚进来的应该是你最得力的科员了，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接触到最高机密的密电。只可惜他的业务能力并不强，不然的话不会因为一条密电就在你办公室被训斥这么久。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也许我是在对他进行业务培训。天才不会在庸人身上浪费时间，更何况他指甲上的气味还没有散，应该是1到2天前刚做的。而那段时间，科长你还在密码船上，做这种指甲呀，至少需要3、4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他是趁上级不在的时候偷偷跑出去做的。以他的这种工作素质，应该不值得您栽培吧？至少我信任他。
他不被信任，也不值得信任。我手捧礼物初次登门，按理说应该算是您的客人，可他对您的客人没有丝毫礼貌，所以他应该没有很尊重您。更何况他还有窥探您隐私的坏毛病。要我说，玉姐，你绝对不会信任这种人。你这点小聪明，应该去电讯科行动队，在我这里可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李科长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森田说过，你有和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力，是吧？别动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动你的机密文件。不过你的办公室也不是只有机密文件。家园，中文杂志，我也只看这一本。第28、29页，论《乱世佳人》中斯嘉丽之爱的任性，文艺影评，2篇，大概有700个字，我只看1遍，向你证明我的记忆力，如何？给你3分钟，5分钟，4分钟，3分半。来，快点啊！这边还有，小心点啊！口令机构，机电室是在里面。时间到。围观我国古今传奇中的佳人美眷，行至必称柔顺。大佐，你一定是龙川大佐吧？他不可能藏在门后，他会藏在什么地方？大佐，鄙人是桥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王天香，奉情报部的命令来协助您调查森田大佐遇害一案。啊，您一定是在还原嫌犯闯入机电室杀人发报的现场吧？回看《乱世佳人》中斯嘉丽的乖僻任性，尤其可以做我国新女性之境界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事先背下来的？杂志是你的，文章不是我的，更何况这是最新一期的《家园》，今天早上才刚开始售卖，我既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机会。可你错了3个字。谁让我只是一般的好记性，没有像玉姐那样的记忆照相机呢？叫李科长。是科长。那我现在可以正式进入情报科工作了吧？只是暂时。我给你1个月的考察时间。在这1个月里，你要承担科室1半总量的电文破译，不准有任何的错误，不然你还是要回到金处长那里，让他给你安排更适合的工作。接受吗？接受。那我现在可以回办公室了吗？等我把话说完。在这科室里，记忆力固然重要，但有一样能力比记忆更重要，那就是忘记。据金圣贤招供，他是潜入机电室，然后用刀割断发报员的喉咙，随即发报离开。这都是你审讯的结果？是。我们是从金圣贤带上船的书本里发现情报的，用隐形墨水写成，拼在一起，刚好是满洲安保局围剿中共抗联的军事情报，已经向满洲方面确认过，情报属实。我想，
他一定是上船之前窃取的情报，还没来得及发送给他的上级。来，大佬，你是个刑讯高手。不敢当，是皇军之路，中皇军之事。不必过谦。三井寿一在这船上审了金圣贤一晚上，一无所获。你要不是用那指鹿为马的手段，怎么可能获得一个速速求死的工人状呢？大佬，被指从事刑讯10年，自讯没有办违禁冤假作案。你的自信对我来讲毫无价值，因为金圣贤的供述跟现场的痕迹完全不吻合。不吻合？你当前在试问，一滴血液离开人体到变得干涸需要用多久时间？回答我。你的血从滴落到凝固用了5分钟，完全凝固大约15分钟。根据金圣贤的供词，他是趁着森田召集众专家去研究检验李宁玉推算的稿纸时，闯进机电室。杀人最多不过5分钟，电文也不超过6个字。杀人、发报到离开最多不过7到10分钟。根据三井的回忆，金圣贤离开森田办公室的时间确实很短。而这片血迹边缘有一个脚印的痕迹，且痕迹纹理清晰，这说明是在血迹完全干涸之后，脚印踩上去的。而我对三井和森田的鞋子进行了彻底的查验，没有发现任何血迹残留。也就是说，谁踩上这脚印，谁就是凶手。杀了人，发完报，可是这个人还留在这里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三井和森田来得太突然了，他出不去了。当森田闯进机电室的时候，凶手还在这里，所以绝不可能是金圣贤。可是他会藏在哪儿呢？藏在哪儿呢？大佐，金圣贤行李搜到的情报是真的，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。实打实的证据，你确定吗？我问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正是你所确定的那份实打实的证据，让我完全相信金圣贤不但不可能是凶手，更不可能是斯大林的间谍。为什么？把情报分成2部分来传递，这是情报市场、情报黑市交易的标准做法。第一部分换取定金，验货以后再领取余款。像这样一个为了金钱来出卖情报的交易者，绝不可能是被苏共洗脑，是信仰高于一切的间谍。卑职愚问，让真凶漏网。漏网倒没漏网，只是一时我无法确定是哪条鱼罢了。是，有大佐您的火眼金睛在，不怕真凶飞到天上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有大佐您的火眼金睛在，不怕真凶飞到天上去。他就藏在这儿。当时餐厅里除了森田以外，还有13位破译专家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刺客。但是若论刺杀的成功率来看，最有可能得手的，还应该是这个顾小梦。一个千金名媛做杀手不太可能吧？正因为他父亲富可敌国，他却拼了命的要进间谍部门出生入死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可是他完全没有机会换餐刀啊！不，他有机会。要这么分析，当时在餐厅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换餐刀。是的，最能洗脱顾小梦刺杀嫌疑的，并非没有机会替换餐刀，而是他根本不可能是杀人发报的真凶，所以他也就没有刺杀森田的动机。毕竟，
仅凭一根钢柱攀爬在天花板上15分钟，这需要多么强悍的臂力啊！对于一个年轻女人来说，太难了吧？同理，李宁玉也不可能是真凶，他的手上还有着严重的伤病，更何况当时他在会议室里正在紧张地破译着200机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也就是说，2个女人都洗脱了嫌疑。如果金圣贤确认没有杀人嫌疑的话，凶手只能是金生火、白小年和吴志国当中的一个。白小年不可能，很简单，凶手闯进机电室的时候，他还根本没上船。金生火，一定是金生火。他这个人老奸巨猾，又是戴笠培养的高级间谍，杀人、发报、暗杀，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别忘了他戴眼镜，这个军统的王牌特务，年过50旬了，就算他有把子力气攀爬上天花板，能待上15分钟，他的眼镜也会比他先掉下来。那就只剩下吴志国了。他是一流的杀手，杀人是他的老本行。这个人最没可能。当然，他完全可以杀人发报，但是他没有刺杀森田的时间。当时他正在楼梯上，以那么远的距离杀人、换刀，再返回原来的位置，短短的时间里完成所有这些动作，除非他是飞人。而且根据他的专业素养，他看不懂2代密码机，没有任何可能记录下那些数据。所以，吴志国没有杀害森田的动机呀。也就是说，剿总司令部的5个人都排除了嫌疑。那凶手只能是金圣贤。东西动！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我到底遗漏什么了？那天晚上的情况，看来只有森田大佐才知道。死人无法开口说话，但是凶手会和自己的杰作始终保持对话，只是我们无法掌握他们的频率，所以听不见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逼迫他们，暴露他们的波段，破译他们的密码。报告，进来。说吧。红雀发来急电，大佐一直追查的共产党沪内红区地下党组织内的老汉，终于有迹象了。杂志密电。喂，找刘宗林。到了，我叫4份到了。到。喂。庄生小梦的电文是你发的，你搞什么鬼？不愿意喝。有个狠心的人已经10天又13个小时没回我电话，我只能通过电文。传就话用这种方式啊！我可警告你，普通电台的发报也在情报系统的监控范围之内。如果发现异常，可以不计破例直接逮捕。以后少发疯。你别生气啊。不过如果你生气了的话，那心还没那么狠。你去买一份新版的《家园》，里面论乱世佳人中斯嘉丽之爱的任性，是为你写的。无聊。你把它拿走。得了药，不要任性，当着这么大的孩子。我不想喝。怎么啊，男朋友啊？不是，你别误会。你不用瞒我，反正啊，你也瞒不过我。就像那位，他跟吴志国吴大队长的关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什么关系啊？同事关系呗。你是真不知道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她呀已经是第3次嫁人了。据说这头一任的丈夫啊是萧深的儿子，供她出国留洋。可她倒好，
回来呀就要跟人家少爷离婚，被人家少爷气的呀撞了车。这第二个呀更惨，说是张学良的心腹。这少帅一失了脚啊，他又想踹了人家，结果这位气性可大，把自己活生生给气死了。这第三个嘛，以前也得意过，现在呀又落魄了。这不又扯上了吴大队长，他是不是五行克夫啊？都是挺好的男人，怎么就全败了？不过吴大队长贴上他呀，可是得了计了。知道为什么人家立功多吗？这情报科的情报一出来啊，金处长还没看过呢，那边就先知道了。写什么呢？你的话里涉及到情报科的保密工作，我得把他们都记下来，好跟李科长汇报。马屁精！大哥，哎，你脖子怎么了？别管，把他召集过来。抓谁呀？什么抓谁？给我买杂志去。杂志？慢着，给我吧，我去送给李科长。不了，您忙。哪有你忙啊？李科长说了，送来的电文一半以上都要你一个人破译，你的时间宝贵，就别浪费在这些程序上。这是417到423号密电。啊，是我的工作，可我这不是怕你完不成科长给你的定额吗？按照时间要求啊，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就要完成全部破译。但我们这行的时间最重要，就像这办公室里面的人事关系一样，最要紧的也是时间，就是先来后到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文件。这时间太着急，都没办法好好给您递文件了。你，哎呀，金处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听说处长升了少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去府上祝贺呢。免了，都是些官场客套。女孩子嘛。不要总学张司令身边的那位白秘书，太累了。别怪我老金不够绅士。刚才二位女士在屋里的对话，我这双老谍报的耳朵身不由己，都听见了。职业病嘛。先听我说，你刚才教训顾小梦的每一句话，都对，我都支持。不过有一点你没说透，这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确实跟破译密电一样。但最重要的不是时间，是时限。所以说，先来后到不重要，时过境迁才最要命。你说对吗？对。事实如此，有了那些赶时运的，那些先来的，也就只能先靠边站了。顾小梦，放下手边一切工作，全力以赴，先破译这份密电。天亮之前，务必把结果直接报给我，明白吗？金处长，你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不过是年轻女孩的几句口角，何劳您堂堂金处长，助打太平拳呢？这好意，我可受不起。自古好人难做。别以为我是在帮你其他，我完全是看在他死去的舅舅的面子上，在救他的命。这个赵小曼就是前任司令钱虎义的外甥女，这个人本事不大，毛病倒不少。钱虎义把他硬塞到我这儿，就是要监视我这个机要处要害科室的一举一动。现在，钱司令死于非命，这死因至今还是个悬案。新来的张司令正在全力清除前任留下的势力痕迹，这个赵小曼到现在还这么胆大妄为，
你说，他是不是不要命了？金处长，您看似阎王，实则菩萨。有时候为了要行菩萨心肠，就不得不使阎王手段。这都是顾小梦破译的。他没有破译，是我。那这条密电的第一道加密手段是替换加密，还是一次一密加密？这个，你今天的表现，我会写入你的年度操行记录。还有，告诉顾小梦，417号电文今晚7点钟之前给我破译结果。那不可能的，科长。我看见金处长给了他一份重要文件，说是要求他立即停止一切正在进行的工作，全力破译，并且说完成后直接交给金处长。今天晚上你不能回家，要封闭和外界的一切来往，全力以赴破译密电。天亮之前，务必把结果直接交给我。这什么密电啊？这么要紧？这是电讯科截获的军统高层发往上海站的密电。这个波段最近发报频繁，我判断这是戴笠对杭州、上海一带的谍报工作有重大的部署。小毛，你应该知道这里的轻重。现在李科长还在处处刁难你。如果破译成功，破获了戴笠在杭州、上海一带的谍报网，那你就立了大功，在情报科就站住了脚。到那个时候，谁都不敢动你了，明白吗？内情处吗？我是机要处金生火。今天晚上情报科顾小梦要留守科室，执行紧急的破译任务，备有参犯，执行1级安保。谢谢。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，安心破译吧。记住，时间不重要，时机才最重要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金处长，还有事吗？如果这密电我破译不出来，会怎样？莫开玩笑。如果破译失败，贻误了军机，我老金也无法把你再留在机要处了。这情报科就是条下不去的密码船，你写在纸上的每一个数字，拨出去的每一个号码，甚至几句自言自语的牢骚，都会受到看得见的内部监控和看不见的外部监视。如果不明白这条规则，在这儿你是活不成的。情报科李宁玉，宁玉，刚才看你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怎么？李科长今天晚上有什么紧急业务吗？刚刚破译好417号电文，马上给金处长送过去。明天送也来得及吗？宁玉，你也是我的老下属了，这回要共生死一场，别给我老金多嘴。新女性事业心强，这是对的，但也不能晾着丈夫在家里不管呐。以我男人的经验，长此以往，家宅不宁。谢谢金处长关心，我马上就离开。不客气，明天见。
不但费心，也费力了。孤州索李翁独钓寒江雪，这哪里是渔翁的江雪，分明是带力的江水，寒如厚雪，非要困住我这叶孤舟不可呀！立即实行抓捕。谜点我已经破译出来了，我想我已经知道老汉是什么人了。我要宪兵队出面，让他去。王天香，喂，内勤处吗？我是情报科的顾小梦，马上给我送一杯蓝山咖啡过来。什么？没有。好了，这样。你给我家打个电话。对，就是找顾明章。爸爸知道我最爱喝的咖啡在什么地方，让他马上派人给我送过来。什么？要跟金处长汇报？我只是让家里人送一罐咖啡。喂，你真的以为被称为军统间谍捕手的金生火，就那么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？小孟。进展顺利吗？还没完全破译。孤舟，大哥，是不是该抓捕了？再等会儿吧。龙川大佐说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况且现在这夜深人静的，正是传递情报的好时候，说不好咱们能抓成同伙呢。孤舟是戴笠派的杭州一带的头号间谍，我已经追查他很久了，但是苦于此人隐藏太深，这回终于要露面了，太好了！小孟，抓紧时间，按照戴笠派出密使的实现习惯，上海与杭州如此近的距离，他们绝不会提前36小时以上发令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孟明一定要争取他们在会面之前布置好抓捕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哦，不必了，马上就要破译完了，我会在天亮之前，不，5点之前破译完毕，送到您的办公室。哦，对了，美国货，当然了，不是什么顶级的蓝山，但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保证请你喝最好的咖啡。干活吧。小孟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不必给内勤处打电话，直接找我，我来安排。刚才灯是不是闪了一下？灯？没有吧？坏了，他要跑！走！搜遍了，什么也没有啊！闪灯时间那么短，这栋楼前后都包围了，他跑不出去。这兄弟们把马桶都翻了，真什么都没有啊！石膏像也没有。有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坏了，处长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怎么跟真人似的？
这是要鱼目混珠啊！走。我曾打电话给机要处，是那位姓金的处长接的。他说临时有任务，小梦今晚就不回来了。哎，今天晚上百乐汇的美元黑市价最高叫到了多少1507。1507。啊，我要出去散散步。晚上如果小梦来电话，你就告诉她，明天我会带她去喝茶。顾小梦，李科长，金处长交给你的破译文件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已经交给金处长了。直接交给金处长，知道情报科的业务流程吗？明月，别介意，顾小梦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。事出紧急，你最近又太劳累，我们都是一片好心，绝无怠慢之意，你不要误会了。处长，是您误会了我。在我被任命为情报科科长时，您曾教诲过我，所有情报科经手的破译文件都必须经过我签字才能上报，这不是权利，而是职责。今天我追究顾小梦越级上报，不是觉得自己被冒犯，而是担心这样破坏业务流程规则，以后科室的业务该怎么管理？那以李科长的意思，该怎么办呢？把电文的原件给我，我重新验算，破译内容无误，会立刻签字上报。不用了，一没有这个必要，第二没有这个时间。我相信顾小梦的能力。如果李科长担心张司令会追究责任，那很好办。现在你就签字。不经审核的内容，我绝不能签字，这也是程序。你这是在耽误我的时间。金处长，我这是在坚守谍报人员的职业原则。电文您可以拿回去，下一步的处理程序我也绝不再质问。但此事经过，我会按照保密守则的要求，马上写成检讨材料上报司令办公室。啊，既然这样，小梦，把原件给他。现在是5点40，我给你20分钟，无论你验算结果如何，都必须马上给我签字上报。现在浪费时间的可是你了。我是不会把密电交出去的。你这是在违抗命令。违抗命令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连2代恩尼格玛机都可以破译，怎么连最基本的世道人心都不懂呢？金处长为什么开始不愿意交给你破译？这其中的原因就这么难破解吗？我只懂破译，只管程序纪律，不懂什么世道人心。就是这一份是吗？这就是你的破译过程。李科长、李上校，你还有17分钟。谢谢处长。行动队徐队长吗？我是金生火。这么早打搅你，是要给你送大功一件的。你给我准备30个人便衣，全都持枪。啊，
你说吴大队长，哼，这种小事儿就不劳烦他了。对，行，你等我下一个电话。小孟啊，我看你完全是自作自受。金处长，您这话说的好像我真做了什么一样。你难道不后悔吗？我后悔什么呀？在船上，是你一直逼着我救他。我现在亲手杀了他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氰化钾剧毒，30秒钟就可以带你们离开这个世界。从今天起，它将伴随你左右，何时用，请诸位谨慎选择。放在咖啡里送给他，30秒就完事儿。好主意。接下来，吴志国就会过来把我杀了，恐怕都用不了30秒。现在你总算知道了，像李宁玉这样尽坏规矩的人，在这种地方还能活到现在。没关系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让他去查验吧。还有10几分钟，天知道他能查验出什么。处长，您说他这是何必呢？就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吗？明知故问，小孟，你刚才说的每句话都对。他死掐住情报科业务信息，还不是为了一个人，他吴志国。我要是他那位翻译家老公，一定先掐死他。处长，任务已经完成，我可以先回家了吗？不行。像这个等级的密电已经破译，凡是接触过他的人，都不能和外界联系，这是保密守则里的死规矩，懂吗？电文破译后，要由业务科长亲自签字，这也是保密守则里的死规矩。可是您金处长一句话，也变成废纸了，所以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这规矩是没有死活的，可定规矩的人是活的，守规矩的人是死的。金处长，我去盥洗一下，这不破坏规矩吧？女人总是有特权的。请。3个小时，父亲就要和上海站的代理密使会面了。一旦被称为间谍捕手的金生活亲自指挥抓捕，父亲断无幸免可能。我把密电上的会面时间从改推迟2个小时，父亲和密使就能全身而退。但是这样的篡改，是绝不可能逃过破译了恩尼格玛机的天才的眼睛。时间到了，跟我来。金处长，我入职时候您给我的那颗药，真的能30秒毙命吗？高纯度的氰化钾比死神的镰刀还要快。李科长，时间到了，贻误军机，所有的责任都在你。李科长，查验结果出来了，能否签字？很遗憾，我不能签字。电文的关键时间错误，他们的会面并非11点，而是9点。而且根据破译过程痕迹，我怀疑这个错误是人为故意的。小孟，怎么解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冤枉我？你处处排挤我、针对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放开我！所有的验算证据都在我手里，可以上交反间科再做鉴定。是你故意修改了替换矩阵。李科长，李科长，怎么回事？李科长，时间到了，跟我来。李科长，时间到了，
贻误军机，所有责任。李科长，查验结果出来了，能否签字？很遗憾，我不能签字。电文的关键时间错误，他们的会面并非11点，而是9点。而且，根据破译过程痕迹，我发现不止一个错误。顾小梦，你的业务能力也太差了。小梦，怎么回事？第一处，代号错误，不是江石，而是江雪。第二处，时间错误，是9点，并非11点。第三处，是遗漏了一个字，是凤凰山后中的后。短短的一条电文不过30余字，你却译错了3处，连代号和时间都错了，一点也有失误。这样的业务水平，还敢不经过我的审核就直接交给金处长？李科长，你说会面时间不是11点，而是9点，你能确定吗？金处长可以自己判断，选择相信我，还是他？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站住！按照保密守则，抓捕任务完成之前，你不能走。整条电文你译错了3处，现在你马上按照我的口述，把正确的破译过程再誊录一遍。我现在就退出情报科，机要处，所以那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没有用了。你是故意把电文译错的，不要冤枉我。你可以离开，但请记住，一处译错是动机问题，多处译错是技术问题。多谢指教，遇见。小梦，是我。爸爸呢？先生一早就出去了，去哪儿先生没交代。小梦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先生还说下午要带你去喝茶呢。小梦，老李，再开快些吧。是老爷。白秘书，我是李宁玉。吴大队，按司令指令，车已经准备好了。1个半小时之后晨曦凤凰城。是。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给周部长送茶叶，顺路接你回家。走吧。好。金处长，有何见教？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李科长刚刚查验了那篇电文，吴大队长就先得到了风声，抢先带队去抓人了。我不知道。我金某人算不上什么破译的天才，但在参透人心这一点上，还是有点不值一提的小本事。金处长不必把官场手段浪费在我身上了。您走了之后，我确实向张司令报告了这条密电的内容。至于张司令叫谁去执行抓捕，这就不是我能猜测和干预的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自保。自保？我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和吴大队长已经成了一家人了。我金某人宦海沉浮半生，也算是有点道行，但我真的没想到。自己的大本营倒成了别人的情报站，我如果再这么继续装聋作哑下去，就不必再吃这口饭了。我怀疑这条密电是假的。假的？很显然是假的。梧桐会馆的老板娘孟如杰，就是徐文增七弟的秘密的情妇。不可能！他那里是中统在杭州的秘密联络点，戴笠的密使是绝不可能在那儿跟我见面的。可这是金生火亲手交给我的。
并且让我快速破译。表面上看来你不谙世事，可李宁玉拒绝接受假密电，你不动声色瞒我到现在，你也算得上是个扮猪吃虎的天才。像这么厚这么长的落地窗帘，里边足够藏2个军统锄奸团的杀手了。劝劝你父亲，要是换做戴笠，一定会这么干的。他在试他，对，一定是他，就是金生火。在执行密码传任务的时候，我用照相机诬陷过他，是金处长让我借了相机带上船。他肯定那个时候对我起了疑。你为什么要携带相机上船？为什么一口咬定是我让你带上来的？所以就炮制了这份假密电，打算来试他。那么在他的试探下，你露出破绽了吗？真正看出我破绽的人，不是他。那是谁？李宁玉。你凭什么下这样的判断？一个系统的加密特征，就像一个人手上的指纹，怎么掩饰都不能改变根本的纹理。你看这3处，这么看上去，好像是典型的军统替换加密特征，但是这几处数位替换的具体方法，又跟以前军统密电截然不同，这完全不符合成熟情报系统的加密习惯。难怪顾小梦译错了3处，应该是受到了军统加密规律固有认识的干扰。李科长，你怎么看？应该是某个谍报机构在破译过去的军统密电的基础上，模仿他们的加密手段，伪造的假电文。你猜错了，伪造密电的人应该不是金生火。为什么？如果金生火想通过假密电来试探你，放下手边一切工作，全力以赴，先破译这份密电。那么在李宁玉揭穿你破译出错的时候，金生火就应该证实了他的怀疑。短短一条电文，不过30余字，你却译错了3处，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你也不可能现在安全地待在这里。难道是李宁玉？站住！按照保密守则，抓捕任务完成之前，你不能走。更不可能。根据你刚才的回忆，李宁玉向金生火指出你的破译出错，他并没有落井下石。从结果上看，他是给你解了围，所以他应该也不是那个试探者。可是他太奇怪了，他一直排斥我接近他。回去告诉金处长，让他把你安排到资料室去，我这里不缺人。可是，在执行密码传任务的时候，却又冒险救了我。爸爸，他一直反对我进入情报科，可是当发现我篡改密电的时候，他又帮我隐瞒了真相。一处一错是动机问题，多处一错是技术问题。如果他那么讨厌我的话，为什么要3番5次的救我？爸爸，这是不是太奇怪了？破译时，我只是直觉有些不对。如果真是假密电，很大可能是中共或者中统等组织设置的圈套。电文是机要处破译的，抓捕行动也是机要处主导的。那么，一旦行动导致不良后果，机要处的责任就无可推卸了。这种时候，您是愿意少立一点功劳，还是少出一点乱子？不管是金生火还是李宁玉，至少今天他们2个还没有从根本上怀疑你，你暂时还是安全的。但是如果试探者另有其人，你是否已经在他们眼中暴露了，我们还不得而知。爸爸，那会是谁？比如日本人，比如中统，比如共产党。即使是恩尼格玛机的加密的密电，只要它是真的，我们总有途径找到它唯一正确的疑问。但在那份假密电的背后，就会有1万种可能，有1万个动机，也许永远无法破译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忘记那份假密电。忘记？李科长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我有点太沉不住气了。不敢。宁宇，好吧，李科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辞职。为什么？金处长刚才的话，2个小时之前顾小梦也说过，我也听明白了。谣卓毁人，我不是阮玲玉，但也敌不过口中刀。
看来不但机要处，整个司令部只怕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不过我也早预料到有这一天，所以提前写好了这一封信，现在只差处长一个签字了。好了好了，宁玉，不要赌气嘛。刚才是我太着急了，有什么冒犯之处，改日我再给你好好赔罪。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如果你的判断是真的，那么你这位天才赶紧帮我破译一下，到底是谁，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伪造这样的电文？忘记那条密电了，对他的注意力，也许会消耗掉你完成更重要使命的可能性。更重要的使命？那道格尼格玛密码机的构造原理，根据你们在船上破译的军报，德军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就要进攻苏联。局势如此，德军的加密手段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全局，这才比任何一个任务都更有价值。爸爸，我没机会了。为什么？我的本职工作只是破译密电，至于追查假密电背后的编译者，这不是李宁玉所长。建议金处长去质询反剑科。他只怕这封假密电反的就是我们机要处的剑。金处长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电讯科截获了电文，交给了我安排顾小梦去破译电文。你李科长查验了电文的结果，然后通过白小年白秘书把密电的内容汇报给张司令，张司令就安排了吴志国去执行抓捕。我们5个人合起来就是一条密码船。为什么偏偏又是我们5个人？为什么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拜这位所赐。金处长的意思是，张司令就是假密电的炮制者，是他在试探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我们5个人在密码船上的表现存疑。因为他巴不得我们5个人当中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军统特务，给他以口实，好将我们一网打尽。因为那道电文一直堵在他的心口，让他活不成，也死不了。电文？对，吴志国的电文，邱庄。大佐。大佐，龙川大佐，龙川大佐，王处长害怕了？不是我带头，主要是在这儿。我有一点害怕，只有一点害怕。能面能剧的面具，我从家乡带来的纪念品，我会时常把它放在停尸房，要不然一个人太寂寞了。以王处长的出身和职业，应该比我体会得更深刻。死人比活人更安全，妻女比妻子更可靠。这是您要的反馈情况，由大佐您亲自拟定的4份密电都已经按期发往了目标电台，不过反应不一。满洲国安保局没有破译成功，王克敏方面的人倒是破译成功了，不过没有上报。梁鸿志的人破译成功了，也上报了，可是没有执行抓捕，原因不明。只有剿总由金正国亲自主持破译，业务科长凌晨6点上报司令办公室，张司令亲自下令吴志国执行了抓捕。王处长有什么看法？属下愚见啊！我认为梁鸿志的人最可疑。既然已经破译成功，为什么不执行抓捕呢？眼睁睁看着这么天大的一份情报就从手里溜走了，这不太合理吧？如果不是蠢，那就只能说明有内鬼啊！可是王克敏的人也没有行动啊！大佐，那可不太一样。那些人我太清楚了，就是爱内讧。咱们再说说满洲国安保局，他们说破译不出来。不过我认为，如果他们是故意破译不出来，所以王处长以为会上处剿总司令部是没有嫌疑的。
从破译到上报再到执行抓捕，张司令所部没有半点可疑。在我看来，剿总司令部嫌疑最大。就像这副能面，在故国的舞台上是神明，而到了你王处长眼里就成了鬼了。报告，进来。大总。恭喜你，王处长！我们潜入中共地下组织的那只黄雀已经确认，你抓捕的正是共产党地下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老汉，您为军部又立一功。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，都是大总您破解英明。大总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一本杂志是如何传递情报的。还有，您是怎么通过这个传递方式锁定老汉的身份呢？不是我英明，而是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份杂志的封面女郎通常会穿旗袍和西洋服装，但是每次泄密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封面女郎都会从中式装扮改成日式。她身上的珠宝装饰就是传递情报的内容。按讲，情报的传递应该隐蔽再隐蔽，而这个老汉却采用了最嚣张的方式，广而告之。可是谁又会在意太阳表面的黑子呢？像这样一份销量好、大手笔、大气节的杂志，能决定封面女郎的，应该只有杂志社的主任总编吧，也就是王处长从上海租界请来的那个美人。大总，精彩，实在是太精彩了！要我说，您比那个破解了2代恩尼格玛机的李宁玉要高明太多了。您这儿才配称为密码界的破译天才啊！大总，人是我抓的，就应该我来审。等到租界那边办完了交接手续，我保证不出3天，我一定把他的上线下线全都挖出来。王处长立功心切了。不要忘记，能够想出这种以杂志封面传递情报方式的间谍，也一定会有更精明的自保之道。还是先看一看我们的黄雀探来的消息吧。昨夜，老汉突然被捕。什么？老汉身份暴露了？你不要出声，你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查明这次逮捕的内部情况，尤其是行动的负责人。是。但是，老汉同志是联络老枪老鬼同志与上海总部的单向情报线，他要是被捕了，老枪老鬼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。所以我建议，为了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，这2位同志应当马上撤离，或者立即休眠。老汉和他们一直都是间接联系。那就是说，老汉也不知道他们2人的真实身份。你问的太多了。自从你们的汪主席成立了国民政府以来，在整个宁沪杭地区的严重泄密事件层出不穷。我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甚至启用了黄雀，这才查明，原来在偌大的一个杭州，还藏着一个老鬼，一支老枪，就像是长在我们背后的中共的一双眼睛。原来我以为抓住老汉就可以挖出这双眼睛，可是，王处长，你的脸色比鬼还难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大总，真的有鬼！我终于想起来，那个老汉到底是谁了。他是谁？就是他，钱虎义的2太。马上调查剿总司令部上传的那5个人和这份杂志之间的关系。是。科长，今天早上我无故旷工6个小时，这是我的反省书，请记到操行记录里边。不必了。
今天早上离开时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主动退出情报科，退出机要处，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办理离职手续。宁月，别这么计较嘛。顾小梦年轻不懂事，说几句赌气的话，你作为科长，该批评就批评，不要一棍子打死嘛。再说，你的辞职信我不也没收下吗？金处长可以收下我的辞职信，把我的跟顾小梦的一同办理。瞧瞧，又来了。你一个人离职，是我金处长开了你；大家都离职，就是你们开了我金处长。我的情面可以不讲，但张司令的情面不能不顾啊。今晚7点，张司令家宴，说是请你李科长、我还有顾小梦、白秘书，当然了，还有吴大队长庆功。这是请柬。报告大总，蒋总司令部执行密码传任务的4个人，连同后来上层机要秘书白秀，除了吴志国之外，全部与家园杂志有关。机要处处长秦生活，其女一直在购买家园。也有人发现情报科科长李宁玉曾经在读这份杂志。李宁玉，那个密码天才吗？大总，天才也是女人吗？这2天我调查过，这本家园杂志近期在太太小姐之间非常的走俏，都照着上面的样子裁大衣做旗袍什么的。女人对这杂志感兴趣不奇怪，男人，大总，您恐怕不太了解白秘书这个人。女人买这杂志是为了伺候自己，她买杂志应该是为了孝顺她干娘吧，张司令新娶的太太。哦，是吗？还应该有一个情报科新任科员顾小梦，她倒是没有买过这份杂志，但是她曾经做过一期封面女郎。可惜了，没穿我们的和服。从现在起，将密码传案和杭州中共地下党案件一并调查。马上召集谍报处万泽和古美门科长开会。是。漂亮吗？漂亮。听说王处长家乡有一个老婆。没有啊。你是单身，单身男人好，单身男人精力旺盛，所以赵更迭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瞧瞧，又是我们5个人，别忘了今天早上我跟你说的话。对不起，请金处长代我向司令道歉，我去不了。李科长，张司令的情面可回驳不得呀。不要打草惊蛇。我不能去，是因为今天晚上是老潘的生日，我答应了回家吃饭。张司令要是见怪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再有，我和他之间只有一个人可以留在情报科，或者2个都离开。何必这样呢？请金处长亲自裁决吧。李科长，你这是何？李科长，宁月，宁月，看看。把李天才得罪的不轻吧，得下点功夫。李科长，来人了！来人了！快来人了！李科长，没事吧？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有天大的理儿，这堂堂司令部也由不得你一大人。我就打了，怎么着？你怎么耍无赖呀？喊什么喊呀？有这点功夫，早打电话给宪兵队了。还有，敢在剿总司令部里面打军官，我说你找死，也该找个轻松点的死法。哎，老潘，你先消消气儿。你们小夫妻俩有什么事儿，回家慢慢说呗。你看这儿这么多人，丢不丢人啊？夫妻，既然知道是我们家里，外人就都应该闭嘴。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他，那个家不准你再回去了。那是我的家。你的心还在那家里吗？我今天晚上是要给你过生日的。给我过生日？我就是一个废物。你李玲玉这辈子算男人比算密码算的还准。你会给一个废物过生日？快去找你的大队长去吧。
人多啊，我给你留点脸。你的东西我给你送回来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打了人就想走啊？你当着剿总司令部的人都是死人呢。我也实在不明白了，如果这换成外人，殴打诽谤是要进监狱吃牢饭的，这丈夫打妻子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家事了，结婚证倒成了你的免死金牌了。还有你们这群人，这一个个都看着不拉也不拦的，看戏呢，一个个麻木不仁的东西。你给我让开！我还要告诉你，你不只是个废物，你还是个疯子。你这一巴掌，我是在还你的。顾小梦，你别以为你这样，我就会同意你回到情报科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的玉姐。打我！哎，急着打！我就是个废物，疯子！我早就该下18层地狱了，好让你超生，对不对？啊？你是不是也盼着我早点死啊？我死了你会落地死人！夫人，不是顾小姐，想死，我现在就让你死！放开！玉姐。走开！我死不了，也不会让你死。我就是你的一座牢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困你一辈子。困你一辈子。哟，组长，看着大热天的，这热您这一身汗。别瞎拍马屁，我这是下水镇的派。谁下去了？龙川委员，你说这龙川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按说老子见过的鬼子也不少了吧？怎么偏偏一见他就跟见了活鬼似的？你去弄点，后来熏去。这大热天的，这是……哎，我话没说完呢。龙川啊，正召集特务机关的鬼子开会呢，你找个人探探，看看都说了些什么。再查查，龙川和剿总司令部的人有过什么联系没有？处长，这剿总上下几百号人呢，这怎么查呀？那也得查。你知道龙川刚才在尸检房查的谁的尸体吗？谁呀？钱虎仪。气势磅礴，地态纵横啊，真是大师中的大师之作。这居然是师母主创，朴纯大师补笔的。小白，都说你眼力不错，那你看看，这里边哪一笔是你师母画的，哪一笔是朴纯大师画的？看不出啊，真看不出来。师母这手笔啊，真的跟朴纯大师别无二致啊。小白，你过奖了。哦，这个就是你师母画的，其他的都是大师的补笔。孤松玉山娇，素手凌清霄啊！这如果没有了师母这颗凌霄孤松的话，这整幅画完全就是精神全无。行了，你就别夸了。美不代表价值，价值才代表美。我本来呢是想逼出朴纯大师的一幅画，提拔、落款都是大师的，这才值钱啊。他可倒好，真拿自己当主笔了。哎呀，毁了我这一番心思。司令，我明白了，这件事您交给我来做，我肯定让朴纯大师用心的给您好好的再画一幅山水画。这次不是让他给师母补笔，而是让他给您补弊。
我就知道你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来，坐，等他们几个来了，为你们庆功。看来张司令家的庆功宴，他是去不成了。大王，吴大队长伤的不要紧吧？没什么大碍，没伤到要害，所以出血不多。出血不多，是吴大队长执行抓捕任务时染上的，抓到孤舟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当第3次魏王人。你看，李科长已经回答了吴大队的问题，你现在是不是也该回答我了？吴大队长，你们的情报失误，凤凰山上里外我都搜遍了，没有孤舟这个人。那你身上这血，要不情报有错，要不就有人走漏了风声，所以我把山上能抓的人都杀了。李科长果然是个天才，这情报真就是假的。吴大队长，这得几10条人命吧？这人情来的也太重了。景莲呐，现在司令部副司令这个位置一直空着，金生火和吴志国那眼睛都盯出血来了。可我心里最看重的还是你。金处长毕竟有资历，吴大队长也有军功，小年都远不可望其项配，能深得司令的厚爱，我敢起不进。你呀，就是太老实。什么资历啊、军功啊，那都是摆在办公桌上给别人看的。官场就像个家庭，我这个当家长的要给自己找个管家，我不会在乎年长年幼、有功无功，我最在乎的是这个，我要找一个和自己不一条心的人，那不等于在自己背上插一把刀吗？司令，这倒不至于吧？不至于，你想想。张司令府上，不是白秘书，你已经到了。哎，金处长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转告司令的。好，就这样。金生火打来了，他特地让我向您赔罪。今天晚上咱们这个庆功宴啊，他们机要处的3个人，连同吴大队长，都来不了了。看看，刚刚还说是不是一条心呢，现在他们连脸皮都不是一张了。司令，您这倒误会了，他们倒也是无意扫兴。说起来都可笑，就在今天，在咱们司令部的大厅里，李宁玉的丈夫当众把她给打了。好巧不巧，吴志国过去，差点把人给杀了。司令，您想，出了这种尴尬事儿，这李宁玉和吴志国还能在这张桌子上一块好好吃饭吗？顾小梦害怕李宁玉出事儿，这金生火呢害怕这个丈夫又来闹事儿，就都留在了机要处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你。我还记得下船前你让我给你拍照时你的样子，还记得森田宣布2代恩尼格玛姬破译成功的时候你的样子，也还记得三井那个王八蛋想把我们毒死的时候你开门时候的样子，我全部都记得。这个才是真正的你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忍受那个混蛋呀？玉简，离开他，
要不然的话，杀了他，我帮你。你记住，他是我的丈夫。可他虐待你，那也跟你毫无关系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家。干嘛这么着急就走啊？小梦，刚才赵小姐告诉我，你有客人。哦，这位是……让我猜一猜，这位女士应该就是你敬佩不已的新上司，破译天才，李科长。顾会长过誉了，我就是李宁玉，这次来到府上只是顺路，不打扰了。小梦很少带朋友回家，看来她是真的喜欢李科长。都这个时间了，留下来吃个便饭吧，就算给我这个做父亲的一个薄面，不然我这个女儿啊要发起脾气来，又不肯吃饭，好吗？这借口你也信？李宁玉这么清高要面子的人，应该做不出这种局吧？他们4个人什么做不出来呀？你忘了那封电报了？哼，有鬼啊！心里有鬼，看什么都是鸿门宴。但是密码传不都结案了吗？他们至于这样吗？结案了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嘛！你不是告诉我，王天香已经把金圣贤的审讯结果上报给了情报部吗？可我昨天得到的消息，情报部根本没有收到什么供状。这个案子已经落到了特务机关副机关长龙川肥元的手里。小白，你明白这分量吗？那您是说，日本人要重新调查？依我看呐，金圣贤的供状，龙川肥元是不会认的。司令，您有什么安排？简单，就8个字：借刀杀人，斩草除根，明白了吧？Miss 赵做的这布丁真是越来越好吃。不过你平时架子太大，如果没有什么重要客人的话，你根本就不会做。那是因为你今天的心情格外好。李科长，我这个女儿是太娇惯了，你还得多多担待啊。顾会长，您太客气了。顾小姐有张司令和金处长的关照，我不过是小小的科长。俗话说，县官不如县管。其实今天我执意留下你，是为了向你当面致谢。初次见面，顾会长何谈谢？谢谢你救了我女儿的命。小梦啊，你大概到现在都不知道，你欠了李科长这份情啊。刚才在客厅里，我之所以一眼就能够认出你，是因为我看过小梦给你拍的那张照片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我这个女儿啊，是李科长给活着送下船的。爸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是那句话，顾会长太过誉了。不，龚某并没有夸大其词。小梦不知道轻重，违规把微型相机带上了船，船上偏偏又发生了森田被刺的案子。就算情报部三井这些人当场不追究，但是和情报部关系紧张的特务机关特高课也绝不会放过他。可是，有了李科长那张不合时宜的照片，他带相机上船的这个疑点，就成了不懂规矩的新人的莽撞之举。小梦，给我拍照，就在这里，马上。灭掉了一场杀身之祸呀！原来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说呀？这张照片确实是我故意让令爱拍下的，当然也是为了帮他撇清嫌疑，但是最重要的目的，是为了测试他。小梦啊，你到现在都没有破译李科长的良苦用心啊，因此也就没有通过你的测试，对吗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顾小姐不适合情报破译工作，曾经竭力反对她进入我分管的业务科室。情报科就像那艘密码船，登上去就是刀光剑影，生死只差毫厘。顾会长只有一位女儿，一定爱她如性命，所以李科长的苦心我心领，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李科长，这杯酒我敬你，后情不言谢。今后只要有用得着顾某的地方，请一定开口。顾会长，我不会喝酒。这是民国20年的 pot， 也不能喝吗？
是9月酿的吗？当然是9月。我真的该告辞了。玉姐，等一下。把这个带上吧。危机已经解除，这张照片已经没用了。我送你，我有车。好了吧？快好了，只要不再继续吃你给我的甘草。甘草片真是个好东西，泡在水里能敷眼防晒，犯了哮喘能止咳平缓，哪伤了破了多吃几片还能引起水肿。你在美国学的应该是数学吧？对中医药倒也有点研究。小心开车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只庆幸你给我吃的不是100里的氰化钾。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你不揭穿？你这再毒的东西我都吃下去过，还差你几片甘草吗？我只是好奇，你苦心设计，让我的手伤势加重，千方百计加入情报科，一次次放低姿态接近我，玉姐，都是为了得到恩尼格玛2代机的构造机密吗？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不是内鬼，我相信你是船王的女儿，收买你成本太高了。重庆、延安的特务机构都不会冒这样的风险，你的能力也不值得。你说的对，收买我太难了。我活了24年，喝过最好的酒，戴过最好的钻石，交际过当今社会最有权势的家族。从小到大，学到的第一条真理就是：若是这个世界上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，那才是珍宝。比如，能破译2代恩尼格玛机的天才。恭维不会让我轻易放过你。我不是恭维你，放弃国外贵族交际圈，进到这个生死搏斗的格斗场，可不是为了见证什么天才，而是为了体验冒险。冒险。玉姐，你知道法国人怎么猎狮吗？他们开车到非洲去，只带一杆最老的猎枪，只身一人走到草原最深处，让风把自己身体的温度和气味送到雄狮的鼻端。等到这雄狮闻到这味道，就会从草原深处走出来。这个时候，猎手拿出猎枪，草原上响起的每一声枪响，要不就是雄狮最后一吼，要不就是这猎人最后的丧钟。所以，体验过自己子弹击穿雄狮头颅的人，根本不会在乎什么美酒华衣，因为他们这一生都沉醉于那生死一瞬爆发出的多巴胺中不可自拔，无药可救。就像我，法国人沦陷于希特勒，没有人陪我到非洲猎狮，所以我就只能回国，上了这条密码船，继续当我的猎狮人。疯子！现在你愿意告诉我，你为什么3番5次的帮这个疯子脱险？搞什么鬼啊！你谁啊？剿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王天香，奉司令部命令，通知情报科科长李明玉、科员顾小梦，配合76号李主任执行破译任务。你刚才说是谁的命令？司令部。拿出来吧。什么呀？既然是张司令的命令，就应该有司令部派发的手令。这位一定是新来的科员顾船王的千金顾小梦吧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没有手令，就算有，我也应该给李科长看。好，那我就回家了。玉姐，
走吧。顾上尉，这是执行任务，今天晚上恐怕你走不了。怎么？这杭州还有我顾小梦走不了的路？司令部的手令我没有，汪主席的手令有一张，这个够大的。我就知道还有你们二位，上车吧。王处长，您不是跟张司令说要去76号执行会议任务吗？这也不是出城去杀很多人。亏你相信他的鬼话。开快一点吧，我想早点休息。哎，老王，咱们同事一场就交个底吧。到底要去哪儿执行任务？何时返回？你说一声嘛。我告诉你啊，再过5天就是我女儿的生日，我可答应她要仿着那个好莱坞电影。哎，什么电影？哦，深闺疑云的那个女主角的样子，给她做件大衣的。玉洁，你没事吧？这什么地儿啊？裘庄。裘庄？没错，这就是裘庄，就是钱司令遇害的地方。不过小梦，你放心，钱司令被害的钟楼早就被封了。真是不太巧啊！执行任务的地点就在裘庄钟楼，已经解封了。王处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大晚上的把我们弄到这儿破译不算，还非得安排在钟楼，不会闹鬼吧？金处长，您不会不知道吧？司令部接收裘庄之前，西楼是干什么的？卖笑的地方。总不成让2位女士住在那儿吧？李上校、顾上尉，你们是怕脏啊，还是信邪啊？哟，这里头还有鱼呢！别动，小心点儿，食人鱼。幸好白秘书把你拦住了，要不然手就没了。什么鬼地方？裘庄，可不就是个鬼地方吗？王处长，钱司令之死至今真相未明，我倒是无所谓。可是金处长、顾上尉还有李上校，他们仨可是司令部的宝贝儿，能保证得了安全吗？白秘书，又开玩笑。钱虎一活着都奈何不了李上校和金处长，更何况死了呢？您说是吗，金处长？好了，诸位，请吧。请吧。看看，吴大队已经酒后了。吴大队，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俩应该联名给张司令打个报告。干脆，你这一大队和这机要处啊合并算了，省得两头跑。
金处长这算盘打得好呀！机要处和第一大队一合并，那您也该高升做副司令了。白秘书，这还是你第一次跟我嘴放刁啊！好啊，这说明小白跟我老金成朋友了。开始吧，早完早了。Chicago Hand， 地狱变。地狱变，揭穿龙之介的小说作品。大公命令画师跟着地狱变一图。画师因想象不出地狱的惨状，而迟迟不能落笔。于是大公就把画师的独生女儿绑入槟榔茅车，点燃大火。画师眼看着女儿遭难，奔向火焰中的槟榔茅车，最终却停住了。他放弃了营救女儿，拾起画笔，总算完成了这幅